秦小姐，你的情况很特殊，情绪过强时容易触发超越常人的生理力量，并伴随认知扭曲和攻击冲动。这瓶特效镇静剂发作前服用可强制冷静，记住，一旦发作，后果不可设想。所以，我不是脾气大，我是真的疯了。这是一种精神疾病，不是疯，但要学会控制，要时刻记得跟人讲道理，懂礼貌，有修养。只有当你的情绪稳定变成日常，时间一长，你自然就不会那么容易犯病了。控制了20多年，我都没有做到。行，我再尽量试试吧。谢谢医生。我有病，又失业了。阿硕知道之后，会不会跟我分手啊？那个青姿，连碰都不让碰。说什么情深欲？哪有你哥们儿？这声音怎么有点怪？男人越坏，女人不就越爱？我说，你这个渣男，竟然敢背着我出轨！青姿，你不是在加班吗？加你大爷了！你疯了！你竟然动手！我养你5年，你吃我的用我的，现在还在女人还我的出租屋，不仅要动手，我今天还要杀了你！你真他妈是个疯子啊你！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个疯子，刚被医院诊断出患有精神病，所以你敢出轨，就别怪我把你拆了。这，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滚，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我？不行！自立可恶的男人都该死！这疯子！这他妈是个疯子！又开始了，我刚才应该忍住的，我应该讲道理、懂礼貌的。喂，英子。英子，我说出轨，我失业了，刚才还在医院检查出患有精神疾病。你说我下半辈子是不是彻底完了？什么精神疾病？子子，你别吓我啊！我没有吓你，是真的。刚才我说出轨，我差点发疯把他杀了。医生说要我跟人多讲道理、懂礼貌的，可是我根本就忍不住。你说还会有公司要我这个精神病吗？哎，别胡说，你是天下最好的，下次只要记得讲道理、懂礼貌就好啦啊！谁啊？没看见老娘正难过的吗？我去，这几位大哥好帅啊！大小姐好。什么大小姐？青子小姐，
我是您爷爷特意为你派遣的专属保镖陆金安。天哪，这男人更帅，简直就是极品。要是能上手再摸一把就好了。遵照您爷爷的遗愿，现在接你回青氏财团继承遗产。什么？回青氏财团继承遗产？是的。再确定一遍啊！你说的青氏财团是那个经常在电视上出现的，拥有亿万资产，还刚跟汇成公司达成合作的青氏财团？没错，老爷子名下现在还有2位养子，而你是他的唯一直系血脉。现在急需你回去主持局面。天哪！徐经理还说让我重新投胎一遍，可公司现在策划的项目就是青氏财团，那我一句话不仅能让他下跪叫我一声祖宗，下半辈子也再也不用上班当社畜了。可我是孤儿啊，哪来的爷爷？这些人该不会是诈骗吧？我们不是骗子，这是我的名片，集团官网可查。金小姐，现在时间紧迫，您爷爷的葬礼在1个小时后即将举行，您必须到场。我还得再想想。您可以路上再想，现在请先跟我走吧。走就走，反正我一个精神病，杀人不犯法，谁敢动我砍谁。万一真成了青氏财团的大小姐，那就是血赚啊！钱财地位滚滚而来，这破房租再也不用付了。行，那你先等我收拾2件衣服，收拾好了我立刻跟你走。好。陆先生，那个我爷爷他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呀？老爷子有苦衷，现在深究这些已无益。您现在要做的就是看清眼前。这是老爷子2位养子的资料。大老爷秦国栋最沉稳持重，是咱们大房的门面担当，但魄力稍浅。3老爷秦国华武力惊人，曾有一拳壁虎的成分。不过有勇无谋，脾气暴躁，咱们最好减少与他的正面冲突。这么恐怖？比我发病时还恐怖吗？大哥，我们哥俩这么多年替老头子在外边打天下，挨过多少刀枪子弹？现在老头子一闭眼，把所有的家产都要交给外面一个遗嘱，你真的甘心吗？没有什么不甘心的。老爷子留下的遗嘱就是铁律，那孩子留着我们秦家最正的血，永不得离我至阴。什么最正的血？不过是一个没人要的孤儿罢了。他那种菜鸟，还不很快被外面的对家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啊！总之，你愿意看着老爷子一辈基业被他毁掉，我绝不答应，必须让他滚！三弟，我警告你，别乱来！大小姐到！来的正好。大小姐，给老爷子上香行礼。哦，好。慢着！看来你就是老头子在外遗失的孙女儿啊！放肆！三弟，这可是灵堂，她可是老爷子亲口定下的大小姐。就她这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也配做我青龙会的大小姐？摸过枪吗？知不知道青氏财团这4个字底下埋了多少尸体？青龙会尸体？你不是说我是来继承集团的吗？继承集团？听着小趴菜，青龙会
是踩着人头、喝着人血爬上来的。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浸着仇家的血。你要做的是阎王殿的头把交椅，不是什么办公室。听懂了吗？阎王殿不是工作，是玩命。我是黑道的大小姐。才明白啊，晚了。看在你姓青的份上，现在立刻滚出去！青龙会这碗饭，像你这种弱鸡吃不了。听起来是挺可怕的，但我能不能问个问题？有屁快放！是不是只要我继承了这些，我就有用不完的钱，还能让以前那些欺负我的人通通跪在我的脚底下？废话，除了钱和权，整个京都的黑白两道都要看你的脸色。但是前提是你得有命活到那一天。放心吧，我一定能。陆先生，请你现在就去对外正式宣布亲家继承人这个位置，我接了。是。你是没有听懂我说什么是吗？这个位置是靠无数失误堆起来的，是要你的命的。我听清楚了，你说的嘛，阎王殿头把交椅，我做了，真的。因为我觉得穷比死更可怕。行，不怕死是吧？那老子就给你先上一道菜。来人，把桌子给我搬上来。看清了，这把枪一共6枪，但只有1颗是真弹。谁中谁死，敢不敢玩啊？有什么不敢？不过一条命。好，你辈分小，第1枪让你先。好。大小姐不要。三老爷，大小姐是老爷子名正言顺的继承人，根本不需要你的认同和接受。你这分明就是有意刁难。老子就是刁难，怎么了？身为亲氏财团的继承人，本来就是混黑白两道的，比的就是谁狠，谁更不怕死。如果他连这点胆量都没有，他凭什么有资格继承我妻子，继承青龙会？好，既然三老爷非要比，那就由我带大小姐来和你比。你来？你不过是我戚家一条狗。当初要不是老爷给你撑腰，我还能给你3分薄面。真把自己当成人物了，跟主人一块上桌了。你怎么打人啊？一条狗而已，打了怎么了？倒是你，如果敢玩的话就自己上桌，不敢的话就带着这条狗给我滚出去。玩就玩，到时候别输不起就行。笑话，老子纵横黑白两道几10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还没有输不起这3个字。大小姐不要，三老爷玩俄罗斯转盘从未输过，多少人死在他那把枪下，这亲家的不少产业就是他靠这把枪赢来的。你既然知道会死，刚才还那样冲在我的前面。老爷子救过我的命，我答应过老爷子，无论如何都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除非我死。放心，亲家这泼天的富贵，好不容易才砸到我的头上，我才不相信老天那么容易让我死。而且他刚才打了你，我要给你报仇。不就是比胆量吗？我跟你比。这刚第1枪就把你吓成这样了，你也不行啊，我的小侄女。该你了。三姐，这事就这么算了。大小姐本来就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你何苦非要在老爷子的葬礼上胡闹呢？什么叫闹？老爷子的财产都是我们哥俩跟着他尸山血海要打拼过来的，凭什么要交给这个弱女人？老子我不服。小菜鸟，听好了，游戏已经开始了，你可千万别认怂。到你了。又是空枪，1/6的概率已经变成了1/4，下一枪会不会？怎么，
怕了。如果你现在害怕的话，就给我跪地上求饶，叫3声“三叔，我错了”，然后从这滚出去。我还可以当你没有来过。谁说我怕了？横竖不过一条命，我不信我这辈子这么倒霉。大小姐，陆先生，要是我真的挂了，请你帮我照顾好我的狗。运气不错呀，我的好侄女儿，把枪给我。第4枪了，你知道吗？玩这个游戏最恐怖的地方，不是子弹射出那一刻，而是扣动扳机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一秒死神会不会给你打招呼。还有2枪，1/6的概率，现在就剩1/2了。我的好侄女儿，你觉得这颗子弹会在下轮发给你？你觉得这颗子弹会在下一发打给你，还是会留给叔叔呢1/2，我会就这样死在这里，死在认祖归宗的第1天里。好吵！开枪！杀光他们！杀光！现在还不能发病，青子，你要冷静。拿着！现在轮到你了，或者你现在跪下跟我求饶，我可以考虑让你输得好看一点。求你！三叔，我之前觉得穷比死更可怕，可我现在发现，比死更可怕的是像你一样，活成一条龇牙咧嘴的疯狗，却还以为自己是头狮子。你这一枪，我敬你，敬你几10年来只学会了怎么用恐惧吓我。天啊，这一枪了，毫无疑问，这一枪必死。老三常年打鹰，没成想到最后竟被鹰啄了眼呐！最后一枪，该你了，三叔，该你了，三叔。你，三叔，请吧。亲家从不收胆小的窝囊废，还是说，纵横黑白2道几10年的三爷，其实也是个胆小的窝囊废？你激我？不是激你，是提醒你，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亲家的人不怕死，你说的。够了，三弟，老子到此为止。这里是老爷子的灵堂，不是你们玩命的赌场。别碰他！谁他妈都别碰他！今天这是我的局。既然是你的局，那你就开枪。刚才不是挺跳的吗？怎么现在怕死了？不敢开了？谁说老子不敢了？那就开枪！还是要我送你一程？大小姐，毕竟大家都是一家人，又是在老爷子的葬礼上，要不然今天这事儿就算了吧。是啊，大小姐，我看老三也不是故意的，他就是看你年纪小，怕你管理不来亲家，所以想考验考验你吧。没错，老三就是担心，况且在葬礼上流血，那就是不吉利，就算了吧。算不了，算不了！什么管理不来亲家，分明就是看我年纪轻，没有人撑腰。今天他要是不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向我跪下磕头认错，并且保证从今往后唯我马首是瞻，那今日之事，他必用命来还。三弟，快给大小姐磕头认错！今天这事儿本来你就不占理儿，快！是啊，老三，快跪下道歉呐！磕吧，老爷子从小养育你一场，大小姐又肯放你一马，这2种恩情，难道不值得你为亲家肝脑涂地吗？今天我错了，大小姐，今天是我老三糊涂，
冒犯了大小姐，从今以后，我老三这条命就是大小姐你的了。看在你诚心悔过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从今往后，我希望你们所有人像辅佐我爷爷那样，忠诚的辅佐我。大小姐放心，我老三是与亲家共存亡。我等也是与亲家共存亡，誓死效忠大小姐。好。跳哈，这么热闹，怎么不叫我一起啊？沙雨，这里是亲家的葬礼，谁他妈允许你们螳螂帮这帮杂碎进来的？给我滚出去！对，立刻滚出去！滚出去！诸位，火气别那么大嘛，大家都是道上的兄弟啊。想必这位就是亲老爷子千辛万苦找的宝贝孙女吧？长得还真是水灵啊，但就是不知道经不经得起咱们道上的风雨啊。沙雨，你要是来吊唁的，还请上香；你要是来找事的，亲家还没死绝。陆吉安，你一条没了主子的老狗，叫的还挺响啊！而老子今天来，只为了2件事：第一，就是给亲老爷子上炷香，毕竟斗了这么多年，人死了账也得亲情啊；第二，老子是来接人的。我们老大说了，亲家的新主子年纪小，不懂规矩，想请大小姐到我们那住几天，好好教她这京都的地下规矩该怎么搞，顺便谈一谈亲老爷子的遗产该怎么分。分？我爷爷的东西，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外人来分？小丫头片子还挺硬气，但我们道上拼的是实力，硬气不好使啊。今天你要是乖乖的跟我们走，并且自愿将亲家名下东区3个码头、西街12个厂子马上过户，并且将青龙会从今天起纳入我螳螂帮，答应了，你倒是可以站着出去。那我要是不答应，不答应，那老子就把你们这灵堂变成坟场，给你们亲家满门送葬。不答应，那老子就把你们这灵堂变成坟场，给你们亲家满门送葬。你大胆！就凭你，好大的口气！你要干什么？刚才不是还要教我规矩吗？那好，咱们就按道上的规矩来。你想耍什么花样？道上的规矩，不就是比谁狠，比谁不要命吗？枪玩的是运气，刀见的才是真章。你们螳螂帮不是喜欢用刀说话，那咱们今天就来玩刀。匕首，小丫头，你他妈没见过刀吧？就这也叫刀啊？刀不分贵贱，重要的是握刀的人敢不敢见血，还是说你只会仗着人多，连一把匕首都怕？怕？老子砍人的时候，你还在玩洋娃娃呢。行，既然你想玩刀，那老子就奉陪。别说老子欺负女人，规矩你定，想怎么比？规则很简单，3刀为限，不必要害，只准刺，不准划，见红为止。谁先手软，谁先逃避，谁先倒下，谁就滚出这个门。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接受，那就请你带着你的人像进来时一样滚出去。有点意思，小丫头，
别以为你换种花样，老子就怕了。刺就刺，老子倒想看看，就你这细皮嫩肉的，能挨几下？第一刀，咱们以桌为界，你我同时刺向自己的左臂，刀尖虚透桌面，敢不敢？请来！第一刀，平手，还继续吗？当然继续。第二刀，左腹，手肉2寸，刀不出体，谁先拔刀，谁先倒下，谁就输。大小姐，不要啊！大小姐，这刀插入腹部2寸，必死无疑，不能和他比呀！大小姐，不可！不是说谁先拔刀，谁先倒下谁就输。好，如你所愿。大小姐，刀在等着你呢，还是说你就这点胆量？疯子！你们他妈就是个疯子！老子这局认输。小丫头，你给我记得，我们螳螂帮的账没那么容易清的。很快我们还会回来，让你不好过。我们走！站住！伤了我们大小姐还想走？就是，当我们清江是什么地方？什么意思？想干架？干架怎么了？我们亲家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小小的螳螂帮？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今天必须跪下给大小姐道歉，否则别想离开。没错，必须跪下道歉。对，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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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磕头。跪下磕头？你们他妈配吗？狗杂种，有种再说一遍！够了，都给我住手！哈哈，我还当他妈是谁呢？原来是刚刚捅了自己一刀就快死的青小姐呀！怎么着？你别告诉我说你要用你这个被风一吹就倒的身体让老子道歉吧？风吹就倒？那你怕是低估了我的实力。我好心提醒你一句，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你要是现在立刻给我赔礼道歉，我还能原谅你；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哎呦喂，真是吓死我了！大家都听到了吗？就这个被风就能吹倒的废物，竟然跟我说后果自负！小丫头，就你这副模样，你拿得动刀吗？你也敢跟老子这么说话？提不提得动刀，你试试就是。但今天是爷爷的葬礼，我不想见血，所以我警告你，现在立刻给我道歉，否则……别否则了！你不就是想让老子给你道歉吗？好啊，那你就先跪下来给老子把血舔干净，然后再从老子的裤裆底下钻过去，老子或许可以给你考虑道个歉。不做就不会死。我最后再说一遍，立刻给我道歉！还道歉？我道你妈呀！我道！你个他妈的没人要的野种，也敢让老子道歉？你也配？你刚才不是说让老子后果自负吗？来呀！老子现在人就站在这里，你他妈有本事动老子一根头发丝试试啊！你确定？老子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有种你就动老子一根头发丝试试！哈，我想起来了，你就只是一个岔开腿让男人爽的贱物。没有男人第三条腿啊，天生就是个没种的家伙。哈哈哈哈杀了他，杀了他就不成。怂货，怎么了？现在不敢动我了？你来，老子头发丝儿就在这儿，有种你就动，你动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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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动啊！杀了他！杀我的手！唐总，我的手！唐总，你没事吧？现在我动你一根头发丝了吗？杀这个疯娘，给唐总报仇！杀了他！保护大小姐！请老为了弟兄们，抄家伙，灭了这帮狗杂碎！走！大小姐，人都已经解决好了。这只是利息，回去告诉雷老虎，要是再敢把手伸进亲家，我断的就不止这一条手臂了。那就走着瞧。走！滚！陆先生，我刚才是不是杀人了？没事的，大小姐，是他们挑衅在前，您做的对。真的做的对，可是好多血，好疼。大小姐，大小姐，快叫救护车！大小姐不行了！再忍住，大小姐，你说过要让他们后悔的，你说要做阎王殿的头把交椅的，你不能倒在这里了，你的狗还在等着你呢。你放心，我不会死。亲家的位子我还没坐上去，钱我一分没花呢。接受，接受。大小姐，大小姐，你放心，你一定会没事的。妈的，山云那狗杂碎，老子迟早带人平了他们螳螂帮！行了，你就别添乱。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看等不到你找人去摆平他们，他们就先找人来报复。报复就报复，我们老子怕他不成啊？大不了弄个鱼死网破。可现在亲家支离破碎，大小姐刚来又受伤了，根本就不是和他们应聘的好时机。那你说什么是好时机？等着他们上门是吗？依我看，干就完了。你呀，你就是坐办公室坐太久了，太怕死。你，两位老爷先别着急，有大小姐在，亲家绝对不会输。我们要相信大小姐。但愿大小姐能没事儿呀！现在只有大小姐能重整我们亲家了。出来！哎，医生，大小姐没事吧？手术非常成功，但现在还是处于危险期，还需要多休息会儿。谢谢医生啊！
看面相，我就知道这丫头福大命她死不了。行了，别评了，大小姐这次归来呀，等着看吧，这京都的天马上就。你个没用的废物！老子是让你收场子的，不是让你给那个小丫头片子立威的。竟然还敢全虚全伪的滚回来呀！大哥，真不是我没用啊，是您没亲眼看到那丫头，她就不是个正常人，她是个疯子。还他妈找借口！我要不是看你断了一只胳膊，我现在就把你丢进海里去喂真鲨鱼。谢大哥，但是大哥，咱们今天这脸算是丢大了，总不能就这样过去吧？过他妈的去！必须把丢的场子找回来。听老头子刚死，小丫头片子也进了医院，趁着他们青龙会现在群龙无首，咱们直接挖走跟他们亲家深度合作的几家重要合作商。合作商？咱们不直接砍死他们吗？我砍你妈！我砍你妈呀！现在是法治社会，已经不流行砍人了。把他们本命的命脉给砍了，比砍他们本人更让他们疼。还得是大哥呀，挖他们合作商，在他们生意出现窟窿，到时候不用咱们出手，他们内部就可以把那疯丫头给活撕了。知道就好，还不快去办！我这就去，保准那些合作商心甘情愿的跟咱们合作。你说什么？那几个原本跟咱们的重要合作商，一夜之间全部跟螳螂帮合作了？是的。行，我知道了。大哥，怎么回事？刚刚几个重要的盘口打电话过来，说常年跟我们合作的几个重要合作商全部解除合作了。什么？那帮狗娘养的！这些年咱们亲家没亏待过他们，现在一看咱们亲家出了事，一个个跑得比狗都快。老子现在就带人剁了他们！三弟，商人逐利，解约很正常。倒是你呀，能不能别给我添乱了？那你说怎么办？等着咱亲家完蛋吗？大小姐醒了。大小姐醒了，行了。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你醒得真好。螳螂帮那帮杂碎，趁着您住院，已经开始动咱们的根基了。东港码头的永昌货代，西街12家夜场的酒水供应商金尊集团，还有南街的3大物流供应商，今天一大早全都给咱递来了解约合作函呢。三弟，大小姐还受着伤，你能不能别一开口就提这个呀？我也不想提，火烧到眉毛了，这直接关系到咱们亲家几万员工跟弟兄。大小姐，你只要说一声，我现在立刻带着兄弟们把这几个吃里扒外的合作商请过来，我看他们敢不敢。三弟，三叔，先坐下。哎呀，我坐不下呀，我坐。哎呀，大伯，你仔细说说，这究竟是个什么情况？情况就和三弟说的一样，只是我收到了风声。雷老虎这之所以能够挖走我们亲家多年的合作伙伴，除了重金和城隍，主要是看你年纪太小，怕跟着我们有风险。你分明为了看钱都。三叔，陆先生，关于这次螳螂帮的情况，你了解多少？据调查，永昌货代的王老板上个月有一批特殊货品在海关被扣下，是螳螂帮帮其疏通关系，现在成了把柄。至于金尊集团的李总，他儿子在海外欠下巨额赌债，也是雷老虎帮忙摆平的。所以，不仅是不想合作，也有不敢不合作的成分在。可以这么理解，雷老虎这是吃准了我们不敢在这个时候跟他硬拼。若是我们用武力去压迫那些合作商，其他观望的伙伴呀就会彻底寒了心，那我们亲家的名誉就真的垮了。没有货代，码头就得瘫痪一半；没有酒水，夜场3天就得关门。多少家庭等着咱亲家养啊！三叔，你说的对，但不能有你的办法。大伯的顾虑也对，现在不能动我。大伯，麻烦您以家族长辈和集团副总的身份，把那些合作商约出来。约出来？说什么呀？讲道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讲道理呀？三叔，坐下。大小姐，
你现在是秦家的掌权人，一切就按照你说的去办。你好好养伤，我这就去办。陆先生，你配合大伯，动用所有的资源，查清那3个老板最近的行踪、家庭情况、公司财务状况，越详细越好。尤其是他们现在最头疼、最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咱们务必要对症下药。是。大小姐，那我呢？我该干点什么呀？三叔，你手底下不是有一批水手？海关扣下的那批特殊货物，想办法让它消失，或者变成别的东西，让螳螂帮的疏通彻底变成个笑话。我懂了，釜底抽薪，我这就去安排，保证办得干干净净，让他查不到咱们头上。总之，我这次会好好跟那些合作商讲道理，把我们的诚意和底线明明白白的递上去。要是给了台阶还不下的话，那就让他们看看青龙会的新主子是不是真的只会讲道理。是，我们这就去安排。爷爷，我终于知道您为什么不那么早把我接回来。秦家这份责任实在太重。是我。爬起！兄弟们，上！兄弟们，把活都干得干净点，走。你说，咱们把秦家那几个重要合作商给挖了，秦家那边就一点动静都没有？是啊，大哥，我的人一直盯着，都没有什么动静。我巡场，继续派人盯场，一有风吹草动，立刻跟我联系。是，大哥。为性弃医撕毁合约，当着大小姐的面下跪道歉。陆先生，把枪放下。我们是来谈生意的，不是来收人头。王总、李总、陈总，还有各位叔伯们，递上粮，都请先起来吧。今日特意备了酒，才能边喝边聊。抱歉，我的人有些粗鲁，吓到你。不接下，不接下。初次见面，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青姿，是刚回到亲家的新任继承人。从今往后，亲家全由我掌管，你们的合作也直接与我对接。对接？可我们跟亲家已经断了所有的合作。对，已经没有合作了。是吗？诸位叔伯不必慌张，我自然知道诸位叔伯的难处，所以请诸位叔伯来之前，我就已经让人处理并且解决好了一切事情。什么？我在海关3号仓的货全没了！我弟弟在厦门赌场欠了1200万，你全部消除啊！他人现在正在回京都的飞机上，还有我做的那几笔阴阳账，连同原始凭证都被他找到了。你这么揪我们的把柄，就是想跟我们合作是吗？当然，首先是王总，你海上的那批货虽然已经全部被烧焦，螳螂帮许你的疏通也已经都成了泡影，但你跟他们的约定还在。现在货丢了，这损失自然得有人担着。你说他们会找谁呀？你。其次是李总，螳螂帮当初替你摆平的那些事，人情似乎还没有消。他们能用这个事情帮你，自然也能用这个毁了你。
至于陈总，贵公司近3年来巧立名目做的那几笔阴阳账，连同原始凭证和举报线索，你们看，螳螂帮抓住你们的把柄，神情逼你们站队，而我在你们站到我对立面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不是报复，而是替你们解决了这些麻烦。所以，谁是敌人，谁是值得信赖的朋友，想必很清楚。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你冠冕堂皇的假话呢？没错，看起来不过是一个20来岁的小姑娘，能做得了青龙帮的主。说的是啊。坐下。诸位的顾虑我都懂，所以刚才这番话是我亲自按着规矩和诸位讲的道理，也是我作为晚辈先给各位献上的礼。哼，什么礼不礼？我们不吃这套。总之，你一个黄毛丫头，3言2语就想让我们把全部的身家跟兄弟们的前程压在你这儿，那不可能。对，绝不可能。你要知道，我们背后不是一个人，是几十、几百个家庭的饭碗，一步踏错，那就是万劫不复。秦大小姐，恕我直言，螳螂帮行为狠辣，有仇必报。一旦我们站在你这边，将来他们疯狂报复，谁能抵挡？以你如今，恐怕在亲家的地位都未曾站稳，又拿什么来守护我们呢？于总说的对，自身都难保，连家主之位都没有作为，凭什么保护我们？我看这不是合作，是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呀！就是。看来好言相劝的道理，诸位是听不进去了，觉得我年纪小，肩膀软，担不起事儿。既然如此，那就让你们看看我的本事。你有什么本事？我查过了，你之前不过是一个普通员工，还因为工作做不好被开除了。就这样，能有什么本事？搞笑不是？说我没本事，那是因为你从未真正知道我的实力。诸位，这把枪和它的规矩，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的答案。6发弹巢，5枪空弹，只有1枪是真枪。现在命运只装了1/6。我会对着自己的这里扣响5次扳机，5次之后，我要是还能站着跟大家讲话的话，那就证明我亲资是阎王爷都不敢收的人。做不做得稳亲家的江山，护不护得住你们的周全，这就是我给你们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凭证。大小姐，不可，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让他们看清以前的形势，没必要用自己的性命做赌注啊。是啊，秦大小姐，万万不可啊！合作的事情我们来日方长，您先把枪放下。是啊，大小姐，你要是出事，我们这几位就算全身而退，在江湖上也没有脸面了。这事就算了吧。大小姐，气魄可嘉，但性命非儿戏啊！你的决心我们已经看到了，不用如此极端啊。陆先生，退下。我自己的命，我自己抵。若我死了，是命该如此。陆先生不会为难你。若我没死，那我从今以后，我亲自说的话，就是你们必须遵从的铁律。在我这边，我必以亲家所有力量护你们周全。若有二心，大小姐，王某服了。若您今天能闯过这个鬼门关，我不仅签订与亲家的合作，日后为大小姐把守是瞻。我们也一样，愿追随大小姐，请大小姐指示。啊，这是你们说的。爷爷，你若在天有灵，请护我这一次。第1枪，阎王殿还没开门。大小姐，这是第2枪。看来我运气还不错，还有3枪，是横着出去还是站着说话，就看接下来这3声响了。大小姐，够了，真的够了。我们服，我们跟你合作。大小姐，生意而已，何必如此啊？不是生意，是规矩。这3枪我若不开，以后谁还听我亲自说话？看来今天阎王爷不收，老天爷不留，
那么从此刻起，我说的话就是规矩，我们的合作生效。欢迎各位加入青龙会，以后便是自己人了。王某佩服，王某谨听大小姐之言。我们齐心共同。现在礼我给了，兵我也亮了，但口说无凭，接下来咱们就得按道上的规矩落笔了。陆先生，把契约拿出来吧。签了这份合同，你们的安危才真的与我亲家绑在了一起。不过，诸位要是要反悔的话，门就在那里，我亲自说话算话，绝不留难。只是出了这扇门，今后是敌是友，便不由今晚的情谊说了算了。大小姐，我李某今天见证了何谓真正的打破。这份盟约，我签，但愿亲家永不辜负这份同进同退的誓言，永不负所愿。欢迎各位加入青龙会，从今以后，我们便是真正的自己人了。你说什么啊？亲家那丫头让那些合作商全部反悔，又站回到亲家那边去了？是啊，大哥，不仅这样，他们还签订了入会盟约，正式成为青龙会的人。咱们现在想挖也挖不回来了。操！小丫头片子还有点本事啊，倒是老子小瞧她了。大哥，要不然咱们把那些合作商蠢货，那些合作商一死，只会逼得其他合作商全部推到他那边去，到时候情况只会更棘手。那怎么办？总不能等他坐稳了以后来收拾咱们吧？当然不行。7天后就是那丫头继承亲家掌权人的大典，咱们到时候集合其他所有帮派，在继承大典上将他围攻，让他再也当不成这亲家继承人。可大哥，其他势力怎么会答应跟咱们联手？尤其是那胡小帮，这么多年一直不对付，只怕是有点难呐。难啊！那是因为你没有抓住他们的死穴。你要像我这样办，保管他们一个不弃。好的，大哥，我现在就去联系各大帮会。小黄毛丫头还想跟我斗，老子让你到时候被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线报确认，鲨鱼最近频繁出入城西的聚义茶楼，那里是各帮派私下碰头的惯用地点。接触过的人至少包括虎啸帮二当家、码头的船爷，还有一向中立的何计划师。雷老虎这是要给我摆一出鸿门宴啊！时间呢？7天后您的正式继承大典。选得真好。那天宾客云集，黑白两道上有头有脸的人都会来。他要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我拉下来，亲家就真的万劫不复。他螳螂帮也能一口气吞下最大的肥肉。大小姐，那我们要不要提前动手，或者加强大典案法，调集所有能调动的人手？硬碰硬，正中他下怀。他巴不得我们自乱阵脚，把大典变成全武行，让所有人看看，亲家新主是个只会打打杀杀的疯子。你知道比以力破巧更厉害的是什么吗？请大小姐明示。就是他们自己的刀，在出鞘前就先抵在自己人的脖子上。雷老虎想联合别人，无非是威逼利诱。他能给的，我亲家难道给不起？他抓住的把柄，我难道就不能把它变成烫手的山芋，扔回给他想拉拢的人？您的意思是策反？我现在要你立刻去办几件事。大小姐，你有亲自去虎啸帮家虎啸帮主？不行，这太危险了，他们态度不明，万一……怕什么？越是看似不可能合作的敌人，背后往往藏着最意想不到的突破口。雷老虎觉得他能织一张网困死我，那我偏要挑破。是，我立刻去办。
大小姐，您的身体死不了，去吧。再等等，现在还不能冷静，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惹怒一个疯子，尤其是手里攥着筹码的疯子，要付出什么代价？这么分，各位意下如何啊？我不同意。这次围攻青氏财团，大家伙都出了力，但凭什么把青龙会下最赚钱的三合堂分给了你呀？就是，没错，我曹燕手下有上万号小弟要用，这三合堂必须归我。没错，要想我们合作，就得拿出最好的诚意。哦，最好的肉被你吃了，那我们凭什么跟你混呢？是不是？这个怎么了？哎，大家先别着急，我也就这么一说。来，你们看啊，这青龙会底下呀，还有不少其他堂会。哎，这些堂会可都是盈利的，而且对常年混迹在码头的漕运帮来说，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呀！好像也对呀。啊，当然对了。这青龙会吧，确实有不少肥肉，但各位能不能吃得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们想怎么分，我不关心，但我只有一个要求：青龙会下的不夜城必须归我虎啸帮，否则一切免谈。哎，二帮主，别冲动啊，有话好说。二帮主，有贵客到。谁？是亲家刚回来的大小姐，青姿。二帮主，这个女人就只带了一个人，咱们趁着现在，要不要直接把她给……这女人有胆魄，先看看她打什么主意再说。退下。是。二帮主，幸会。青大小姐好胆识，敢一个人入我虎啸帮，就不怕有来无回啊！二帮主方才在聚义茶楼拂袖而去，身势夺人。我若怕，此刻就该缩在医院里，而不是坐在这里品你虎啸帮的待客之茶。哼，你消息倒快。不是消息快，是雷老虎的算盘响得整条街都能听见。分肉下饵，驱狼吞虎，老掉牙的戏码。只是您要瓜分的不夜城，用不着在这兜兜转转，想要什么直说。爽快，我不要您背叛谁，更非求您助我，只是想请二帮主算清3笔账。第一，雷老虎联合的都是心怀鬼胎的乌合之众，就算扳倒了亲家，分赃时就是内讧血流成河之可。您虎啸帮根基深厚，何必趟这趟浑水，惹得一身腥骚呢？第二，雷老虎这个人薄情寡恩，过河拆桥是他的拿手好戏。别说他现在没答应把不夜城给你，就算答应了，你觉得他允许你一人做大吗？第3笔，未来账，雷老虎最多能给你的是分赃时的残根，而我能给你的是明明白白写在合约里的合作，是青龙会与虎啸帮未来3年在码头货运的共同利益版图。说得漂亮，但你根基未稳，连自己都保不住，拿什么保你说的未来？空口白牙谁都会。这是亲家与金增集团、王氏企业和其他7家本土商会于昨日正式签订的盟约副本核心条款，他们的人脉渠道都与亲家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这是我的底气之一。至于底气之2，我敢只带1人走进你这龙潭虎穴，这本身就是大案。我赌的是二帮主和虎爷
不是目光短浅、甘为别人前驱的莽夫。我不求您立刻表态，只求7日之后，我的继承大典上，虎啸帮的席位可以为我而坐。届时，无论情况怎么演变，今日我承诺的条款都能生效。江湖不是棋盘，不是谁算清了账就能稳赢，变数太多，尤其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的变数。多谢二帮主提醒，医生给我配的药我都带着，但吃不吃，什么时候吃，我说了算。雷老虎想要我疯，我就会选择在最合适的时间发疯，满足他。椅子为谁而坐，我说了不算，得看虎爷的意思。不过虎爷最近常说，人老了就爱看些热闹，但讨厌站得太近被火星子见着，尤其讨厌被人当枪使。虎爷睿智，那晚辈就祝虎爷看一场精彩又安全的热闹。今日叨扰了，告辞。陆先生，我们走。秦大小姐，小心毒蝎会。他们帮主蝎夫人欠雷老虎一命，这一命雷老虎一定会用在最关键的时候。这份人情，亲自记下。大小姐，您觉得二帮主的话有几分可信？7、8分，他没理由骗我们。透露这些，对他虎啸帮也有利。家主，老宅监控发现，负责打扫庭院的雅仆多次将小包物品放进假山的石缝里。接收方是一个流动摊贩，流动摊贩的妹妹在毒蝎会手下做事。看来，蝎夫人这张牌，雷老虎已经开始用了。传的什么？是您的食物残渣和日常接触物品的测试样本。想分析我的生理指标，验证病情，还是想弄到我的 DNA， 配点跟对症的毒？现在要不要立即清理？不，将计就计。你让赵医生准备一份精心调制的样本，替换过去，让他们检测出他们最期待的结果。至于雅仆，先留着，盯紧，看看后面还能牵出什么。是，那我们现在回医院还是回老宅？有些安排必须当面布置。夫人，数据吻合度很高，目标情绪极不稳定，攻击冲动阈值低，存在异常力量爆发潜能。果然是个一点就着的火药桶。去，把幻梦珠的萃取精华拿来。夫人，幻梦珠强于置换和扭曲认知，雷老虎要的是他当众彻底发疯失态，这恐怕……你懂什么？彻底的疯，未必最能毁掉亲家。我要的是一个半疯半醒，产生恐怖幻觉，却还拥有蛮力的继承者。明白。大小姐，赵医生来了，关于替换样本和后续监测有初步报告。快请赵医生进来。大小姐，按照您的吩咐，替换样本已经送出。根据我们反向监测，毒协会那边现在已经开始据此调制某种针对性药剂。这是药剂初步分析。赵医生，我记得你提过，有一种短时间内能强行压制我所有症状，保持绝对清醒的东西。大小姐，你是说蓝冰？不可，那是老爷子当年从黑市弄来的极端药物，效力霸道，对神经系统的损伤很有可能是不可逆的。1小时之后，反噬会变得非常猛烈。大小姐，请您三思啊！如果连眼前的大典都过不去，就别谈什么以后。我要赢，为此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赵医生，准备蓝冰。大小姐，执行命令。是，大小姐，但
请允许我先为你的身体状况做一个检查，以确保能否承受。外伤恢复还行，但底子虚，精神压力已达临界。大小姐，现在使用蓝冰无异于烈火烹油啊！知道了，陆先生，你说专门负责爷爷重要事务的方姨那边有确切消息了吗？密信确认也安全抵达最后一个中转站，最快明晚能到。明晚，时间刚好。大小姐。方姨，您不必这样，一路艰险，辛苦了。看到你这样子，老爷子在天之灵定感欣慰。老爷子让我把这一切交给你，全在这儿了。您确定这些能让雷老虎万劫不复？是的，老爷子刻意把这些一分为二，最致命的交易记录和买凶证据就在这儿，还有另一半就是实物证据和关联名单，钥匙就是这半片儿，存在国外的银行里。老爷子把这一切让我交给你，为的就是能让你重振亲家，讨回公道。我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这些证据能让法律审判雷老虎他们，但不能保证明天我能活着走到审判席。大小姐，陆先生，天亮之前将芯片的核心证据匿名交给警方和几家关键的媒体，设定在明天继承大典仪式开始时自动发布。是，届时雷老虎后边起火，首尾难顾。方姨，您立刻从密道离开，躲到安全屋，没有我的信号，绝不能露面。大小姐，这是命令，您活着，手里的东西才是最后的保险。万一我输了，那些就是复仇的火种。都去准备吧，让我一个人静静。是。爷爷，您铺的路，我走到头了，接下来看我的。大哥，各路人马都已经到齐，谢夫人准备的厚礼也已经通过特殊渠道确保能送到那丫头面前。好。虎啸帮那边怎么说啊？虎啸帮二帮主亲自来了，但他咬死不夜城必须归他，才肯出全力。先答应他，日后啊，连本带利都得给老子吐回来。走，去见见咱们的盟友。承蒙各位赏脸，今日之后，金龙会的地盘按约划分，我雷某绝无二话。听雷帮主的。二帮主，您意下如何？虎啸帮依约行事，望雷帮主信守承诺，将不夜城归于虎啸帮名下。一言为定。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只要它沾上一点，好戏就能开场了。有劳夫人。这个是我们螳螂帮当初起事时特意珍藏的酒，今日为我们这次旗开得胜，特拿出来讨个彩头。干！干！干！现在我们走。大小姐，这药效过后，精神反噬难以预料，可能
比发币更凶险。赵医生，没有可能了。今天，要么我赢，带上扳指，要么就是我送给他们最后一场热闹。注射。药效大约持续1小时，期间您会感觉到异常的清醒，甚至亢奋，所有的情绪波动都会被强制压制。但时间一过，够了，我知道。大小姐，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宾客也已经全部到位了。你们先出去吧，我换好衣服就来。爷爷，等着看吧。走，去会会他们。吉时已到，恭迎家主。这就是亲家刚回来的大小姐，好乖，好漂亮，怎么可能会有疯病啊？明明看起来很正常啊。上次我参加老爷子葬礼时，他也是像现在一样看着很正常。但是我听说他上次拿着刀乱挥，根本就不像一个正常人啊！各位长辈、亲朋、合作伙伴，欢迎你们今日前来见证亲家新篇。爷爷临终所托，责任千钧，我亲自定当竭尽全力，不负所望。竭尽全力，小子啊，不是叔公们不信你，你年轻，又是个女儿身，以前没有接触过家族的事务。你看你这身子骨不强健，扛得住吗？别到时候压力一大，又像在以前的某些场合那样失态呀，可就不好看了。三叔公关心，我非常感激，但扛不扛得起，口说无凭。今日之后自有分晓。至于身体，劳您挂念，尚能支撑。你行了，你一个长辈总跟晚辈计较什么？仪式开始吧，请家主信物。早就听说亲家龙纹扳指是1000年前传下来的东西，今日一看，果然。这也太漂亮了吧！大小姐，按规矩，你是老爷子推荐的继承人，这门龙纹扳指戴上，将正式成为亲家家主。亲家一切将由你自己一人做主。慢着！雷老虎，这里是我青龙会继承大典，谁允许你们擅闯的？三爷息怒，我们今天前来呢，一是为观礼，二嘛，也是应了一些亲家的老朋友的恳请，来为亲家的将来讨个公道，问个明白。不知雷帮主和各位帮主不请自来，是想问我什么？我们想问问你的病，间歇性狂暴症，
暴力倾向高危，一个随时可能会发疯、伤人甚至杀人的疯子，有什么资格领导这偌大的亲氏财团和青龙会啊？你把弟兄们的命当什么？把合作方的利益又当什么了？没错，咱们出来混道上的，讲的就是一个义气。你病了以后，视人命如草芥，就这也配做亲家主的位置？本来生病只是小事，可是亲大小姐偏偏生的是疯病。你这病只要一发作，不仅会对家人动手，还会无差别攻击啊！前些天，螳螂帮二帮主鲨鱼在亲老爷子的葬礼上吊唁的时候，不会说话，你就卸了他一条胳膊。就你这样的疯子，要是让你坐上亲家家主之位，整个地下势力那还不全乱套了啊！好一个无中生有，是不是无中生有？亲大小姐以及那日参加老爷子葬礼上的所有人都一清二楚。众人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也有证据。这个是无意中拿到的一些关于亲大小姐健康状况的资料，数据显示她情绪极其不稳定，攻击性远超常人。也就是说，只要她犯病，我们在场所有人都会成为她攻击的对象。天啊！难道这位姬家大小姐真有疯病？早就有了，上次她拿刀砍人是我亲眼所见。那太可怕了，我们要不要赶紧走？我怕她发起病来，我们全都得死在这。简直一派胡言！那天鲨鱼去参加我爸的葬礼，根本就不是去吊唁，他是去要抢地盘的。没错，而且大小姐动手是她先输不起，还出言不逊，最后断了一个胳膊，纯属活该。就是，更何况我们大小姐并未伤及无辜。退一万步讲，她是我们老爷子亲自指定的继承人，就算她伤人，我们也认了。我们自己人都不怕，你们一群外人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的啊？你们，诸位，请问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想到这丫头年纪不大，心思倒是沉稳，竟然没有一丝情绪变化。大哥，怎么办？当然有。刚才诸位说你是亲老爷子指定的继承人，但我现在恰恰怀疑你根本就不是老爷子属意的继承人呢。你用了什么手段蒙蔽了老爷子，让他篡改了遗嘱？否则老爷子怎么会把家业传给一个在外流浪多年、毫无根基，甚至还有疯病的孙女？亲大爷、亲三爷为了亲家可是出生入死了几十年呢，难道还不如你？雷老虎，你这孙子！雷帮主说完了没完。关于这2点，你们亲家人可以不在乎，但我们受到波及，不得不管呐。今天啊，你要是不能给大家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证明你有资格、有能力，并且神志清醒地坐这个位子，为了道上弟兄们的安危，我雷老虎和在座的各位弟兄们，说不定只能请你下来，另选贤能啊！下来！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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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格、能力、神志清醒。雷老虎，你这个侵吞我家财产，多年来以非法实验和肮脏的交易牟利，甚至今天还企图给我下毒，制造混乱，好趁火打劫，吞并亲家的主谋，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质问我？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血口喷人！诸位，就在刚才，治安局与多家权威的媒体已经同步收到一份匿名举报材料，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雷老虎多年以来用空壳公司转移资产、人体贩卖器官和境外的危险组织交易，
以及他全部的不法证据。什么狗屁不法证据？老子干的都是见得光的生意。哦，是吗？那既然如此，就请在场的诸位做个见证。天啊，这雷老虎也太大胆了，连人体器官贩卖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还跟境外勾结。这些帮派站在雷老虎那边，那不等于站在他那边？我们没有做过，我也没有。够了！你们不要相信这个女人说的话，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她伪造的。是你这个疯子，见自己无法自证了，在这里开始污蔑我了。是不是污蔑？治安局自会查明。不过，雷帮主，你让谢夫人精心准备，想让我在今天喝下的那杯加有梦幻珠的礼物，是不是也需要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你怎么知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觉得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却不知我早就知晓了一切。你在等着我往里钻是吧？你要是不做，我又怎么能让你做？大哥，治安局的人来了。我当然知道了，今天来的不是时候，立即带上所有弟兄，跟我撤。秦大小姐揭发的事事关重大，我们虎啸帮觉得还是交由治安局处理最为妥当。二帮主，我螳螂帮自问，跟你们虎啸帮也没什么深仇大恨，你这么拦着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没别的意思，只是站在那边太急，哥几个往边上站着，莫挡了秦大小姐的路。你他妈找死！雷帮主，你们螳螂帮嚣张跋扈到连站的地方都不给我们了吗？那么就别怪我们虎啸帮今天不给你脸了。好，既然这样，各位帮主，今天我们就和虎啸帮金龙会拼个你死我活。胜利后，这件承诺各位的东西，我一定双倍给予一切。什么意思啊？之前说好的一起上，现在临阵脱逃是吧？还他妈算什么男人？雷帮主，我们之前跟你是帮派之争，凭的是实力，做事堂堂正正。没想到你做人体贩卖这么龌龊的事情。我要是跟你一伙的，我这脸早就丢光。谢夫人，我可是救过你命的人，你怎么说？雷帮主，您知道的，我女儿已经走失多年，至今都未找回。这你让我杀人，我都干出来；你让我用走失活人做坏事，我也干不出来呀。好啊！一个个手上沾满了鲜血的垃圾，竟然说我贩卖人体，真他娘的装！贱人！我今天就问你一句，你到底让不让我走？这句话你要问治安局了。看来你是非不给我留条活路啊！老子今天就先杀了你！我的手！你个贱人，老子弄死你！可惜你没有这个机会。还有谁？别动，全都不许动！走。秦小姐，辛苦你这次检举，人我就先带走了，告辞。告辞。谢夫人，您这是准备去哪呀？秦小姐，您知道的，我们都是被雷老虎给蒙蔽了呀。就是，究竟是不是被雷老虎蒙蔽，还是想瓜分我亲家的财产，我心里一清二楚。我今天站在这里，只说2件事：雷老虎倒了，螳螂帮散了。从今天起，青龙会
与虎啸帮接管城东所有事务。至于你，谢夫人，你擅长用毒，也懂经营。我给你2条路，要么带着你的人彻底消失，要么留下来为我做事。凭什么？就凭我随时能要了你的命。就问你们是服还是不服？秦大小姐的手段深信，我们服。从今以后，我们豺狼帮愿跟随青龙会。我狂狮帮愿听秦大小姐差遣。我愿听秦大小姐差遣。既然服我，那就守我的规矩，不犯人，不涉毒，不伤无辜，违者我自会取他性命。谨遵秦大小姐之令。现在继承大典继续，请大小姐受礼。请大小姐受礼，请大小姐受礼，请大小姐受礼。从今天起，我亲自正式执掌亲家，凡忠诚勤勉者，我必不负；凡心怀异志者，雷老虎的下场就是榜样。拜见家主，青龙会上下誓死效忠。我等拜见家主，今后誓死效忠。典礼结束，都散了吧。谢家主。大小姐，傅大师放下，蓝冰的反噬开始了，这次要比预想更加猛烈。家主，我略通药理，或许我能帮上赵医生。让他进来，连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吗？是。这似乎是蓝冰。谢夫人好医术，这就是蓝冰的副作用。药力残余还在强行激发潜能，但家主肝脏已经不堪重负，尤其是心脉，需要立刻用金针疏导郁结之气，不然可能会有心脉衰竭之危。听他的。大小姐，你感觉怎么样？好多了。今日你的恩情，我亲自记下了。家主客气了，我身为青龙会的一员，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大局考虑。只不过家主情况特殊，我需要连续为家主施针7期49天才能够痊愈。那你就暂时在亲家住下，等我的伤彻底好了之后再离开吧。我先告退。家主，您为什么要接受谢夫人的治疗啊？万一她趁着这个机会谋害您，我要是不接手，我这副作用犯的后果不堪设想，你就不怕我彻底疯癫？那女人心机深沉，你去盯一下，看看她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汇报。明白。大哥，总算逃出来了。走吧，雷帮主。老陈，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时间不多了，要不是你以前帮过我，我也不会来冒险救你。趁现在青瓷参门还没有反应过来，立即带人去国外。现在我们只能伙同境外势力联手对抗青瓷。老陈，你跟不跟我一起走啊？我在青老大爷身边这么多年，不能现在平白无故的消失。行，你放心，我一定会杀回来，一定会报仇的。到时候我带你光明正大的离开秦家。好，走。大小姐，刚刚接到紧急线报，雷老虎的押解车队在城郊3号公路遇袭，雷老虎和鲨鱼被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劫走了。什么？大小姐，别激动，你现在的状况还不能引起情绪的波动。什么时候的事？现场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大约1个半小时之前，对方有10到15人，他们行动迅速果断，显然早有预谋。得手之后立刻分散撤离，现场几乎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这样一起精准劫囚，绝对不是仓促为之。
我们内部有鬼。我也是这么想的。治安局那边正在全力调查，但显然对方计划周详，恐怕雷老虎一定会卷土重来，而且会比之前更加疯狂。你立刻去排查今天所有可能接触押解计划的人员。另外，通知王总和李总，近期务必要小心，雷老虎很有可能会报复。是，我现在去办。等等，你去盯紧谢夫人。虽然她今日出手相助，但是毒蝎会与雷老虎勾结颇深，不得不防。尤其是现在雷老虎脱身，难保他不会动摇。明白。可大小姐，您的身体……我还撑得住，你赶紧去，时间不等人。大小姐，你必须休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放心吧，我现在肯定不会倒下，至少在没有解决雷老虎那个祸害，以及揪出内鬼之前，我肯定不会倒下。雷帮主，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丧家之犬价值暴跌。你提供的那些千家在海外秘密走私渠道的详图和青龙会内部防御漏洞，我们需要先验证。先给我人和枪，我杀回去拿下亲家，那些渠道自然双手奉上。空头支票毫无意义，我们不做慈善。不过你刚刚提到的那位谢夫人，在药理学界似乎有些名气。更重要的是，他儿子现在似乎在我们一位合作伙伴的照顾下。对，他就在青子身边呀。只要你们选择支持我，我就让他里应外合。别说情报啊，就是让他找机会给青姿下毒，让他暴毙，都是有可能的。哦，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我们老板对亲家在本地的一些市场，还有那些特殊历史人物很感兴趣。打打杀杀的太低级了。那你们能为我提供什么？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笔50人精锐小队的资金和武器渠道，以及一支6人的国际顾问小组。但前提是你得通过那位谢夫人先拿到让我们满意的投名状，比如亲自未来1周的详细安保白板，或者他藏匿核心账本和秘密的地点信息。那事成之后呢？事成之后，新家在海外的市场和渠道由我们接管，而内部的你们可以拿走。成交，给我加密电话，我立刻跟那个贱人联系。他儿子在你们手上，不怕他不听话。明智的选择，不过你只有1周的时间，1周内没有有价值的进展，我们的合作和纣不都会阻止。放心，输不了。家主，接下来我只需要再为你施针1周，你的病情就恢复了。好，陆先生，送一送谢夫人。请。谢夫人，别来无恙啊！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做客，你放心啊！雷老虎，你想怎样？很简单，你现在不是正得青姿信任吗？我要你替我办事儿，我要亲家彻底垮掉，否则你儿子这双腿呀，怕是保不住喽！你放开他！
我们谈。你没资格谈条件，记住了，我给你1晚上时间考虑。明晚的这个时候，我要你明确的答复，想清楚，你儿子能不能看到后天的太阳，全看你的了。是雷老虎的声音，我得立刻告诉家主。家主，正跟您料定一样，谢夫人果然跟雷老虎又勾搭上了。我刚才听见雷老虎联系上了他，似乎在用他儿子做交易。你确定？千真万确。不过雷老虎那边好像在给他考虑时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给你1个小时，查清雷老虎背后真正的势力。是，我现在就去办。对不起了，亲家主，我不能再失去自己最后一个孩子了。可你确定你这样做就能救回你最后一个孩子？家主，别慌，雷老虎找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今天之所以来找你，也是想和你做个交易。家主想跟我谈什么交易？联手做掉螳螂帮，只有这样，你儿子才是真的安全，不用像个乞丐一样等待着别人的施舍。看到了吗？这上面标注的是雷老虎目前几个重要据点，你的儿子就在这儿。原来在这儿。这次雷老虎之所以可以这么快速回血，除了亲家出的内鬼外，背后还有一个叫信天翁的国际掮客，也是因为他，你儿子才被捕。说吧，家主想让我做什么？很简单，我要你将计就计，继续和雷老虎保持联系，然后安排一次诱捕，地点就在明天城西废弃的航运仓库。那里是我们去年收购的隐蔽产权，内外都可控。您要我做饵？不，我要你做刀。雷老虎一定会亲自到场，他对我恨之入骨，更想亲眼看着我死。至于信天翁的人，大概率也会暗自到场，确保交易顺利。只要能救出我儿子，我愿意按照您说的做。好。就这样将计划告诉了谢夫人，万一他再次反水了怎么办？强者是不会畏惧于任何反水。夫人，还有5分钟就到了雷老虎约定的时间。家主，雷帮主他们人已经要来了，接下来就先委屈你了。谢夫人，你选这破地方还真是偏啊，让我好顿着。雷帮主，人我已经给你带来了，我儿子在哪儿？别着急呀，我总得先看看是不是正主啊。亲家主，好久不见，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吧？这句话该我说才是。事到如今你还敢嘴硬？
信不信我把你舌头割下来喂狗？雷帮主，人你已经验了，我儿子到底在哪儿？催什么催？老子说了，等着！等你死吗？你没被绑？就凭你，也妄图想要控制我，简直是痴人说梦。谢夫人，你敢阴我，老子就先杀了你！别动！还敢嚣张！你以为你抓住我又能怎样？你以为老子真是一个人吗？你说的是他吧？陈律师啊！陈律师，不过是一条背叛主人的狗而已。要不是我亲家多年来的资助，他也配成为律师。自古以来成王败寇，反正你都已经把我抓了，我也无所谓，爱怎么样怎么样吧。你以为你装出这么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我就能为之心软，然后放了你吗？简直做梦！拖下去，给我撕了胃口！你放开我！放开我！秦三，你们秦家没有个好东西，要不是你爷爷当年把我父母给杀了，我怎么会这样？你还想怎样？当然是斩草要除根了。我知道，你除了陈律师这一个内应以外，还有一个人，我索性也让你见见。是天王，秦家主，好一个请君入瓮啊！不过你要清楚，我只是一个生意人，替人传话办事而已。你替谁办事，我不关心，但你碰了不该碰的线。线？哼！谁规定那条海外通道是你秦家能一人独通的？就凭这条线，是我爷爷当初用尸体堆出来的，不是你们这群人能沾手的。拖下去，断了手筋和脚筋，然后从哪来丢回哪去，一个不留。放开我，秦三！我背后有人，你怎么敢这样对我？啊！你倒是提醒我了，告诉你背后的人，亲家的东西，别人动不得，否则断的可不是手和脚这么简单。拖走！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啊！接下来轮到你了。你敢动我？哼！这个贱人的儿子还在我手里。哼！我老实告诉你，我早就安排好人了。今天我要是回不去呀，他就……那你就错了。你安排在西码头2个人，半个小时前就已经被陆仙人请去喝茶了。我儿子现在怕是早已经喝上热汤了。你们早知道了？当然，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演给你看的。从你带走我儿子那天开始，你就该想到有今天。对不起，家主，脏了你的地。没事，陆先生会处理干净。你儿子的车已经停在老宅的后门了，回去多陪陪他吧。这几天不用来见我。多谢家主。家主，信天翁天亮以前已经离境，走得很低调。螳螂帮剩下几个堂口，我们的人正在接手，3天之内可以清理干净。
螳螂帮不过是明面上的棋子，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借雷老虎之手，控制我们从南亚到欧洲的那批货运通道。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把雷老虎洗钱的证据，以及信天翁背后那几个境外户头的资金流向，通通打包一起送给全球治安局。他们不是喜欢暗中交易吗？那就让他们去牢里慢慢谈。是，我立刻去办。家主，有一个小公司的合作项目，本来不应该给您过目，但是这正是您之前待的那家公司，所以这种策划案也敢交上来？他们不是要我们去参加他们的策划展吗？我亲自去。好，我现在立刻去备车。对不起，秦总，刚才路上有点堵车，来晚了。你们公司花那么多工资请你来，就是为了让你迟到的？对不起，秦总，确实是有事儿。什么事儿？和女人那些事儿？这种人品，难怪会将别人的策划案窃取成自己的。秦总说笑了。说笑？徐经理出门前没看看自己的衣领吗？口红印都在。秦总，我这是跟我老婆。我没工夫听你这些风流韵事。不过张总请这种人来为我司做策划案，简直就是一种玷污。开了他吧。是。秦总，我错了，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要是被秦氏财团给开了，我这辈子就算是彻底完了。你被谁辞退关我屁事。像你这种人走到哪里都是废物，公司给你发工资简直就是在做慈善。不过你要是跪下来学2声狗叫，我倒是可以考虑赏你2800，就当喂狗了。秦辞，怎么是你？我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秦辞，你敢打我？呀！再敢狗叫，让你永远闭嘴！听清楚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青氏财团现任家主青姿大小姐。不可能啊！怎么会是她？没想到吧？你当初踩在我头上说的每一句话，今天我都原封不动的还给你。可惜你现在已经没有资格跟我对话了。陆先生，把他丢出去，顺便放话出去，以后谁敢用他，就是跟我亲家为敌。是。大小姐，大小姐，我知道错了，以前是我狗眼看人低，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啊，我保证以后好好做人，绝对不再欺负下属了。要是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规矩干嘛？我走。哎，秦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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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起，这里正式归入青氏财团，好好做事，我不会亏待你们。最佳员工年底奖金100万。哦，100万！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大姐，谢谢大姐，谢谢大姐，谢谢大姐。走。是。